6月10日呢，苹果开发者大会推出全新的 AI 产品 Apple Intelligence。当天苹果股价下跌了1.9%，但是第二天开盘1个小时之后，股价直接突破200的关键点位，当天苹果股价上涨了7.26%。今天我们讲一下苹果开发者大会 WWDC 它的主要内容，其实主要就是讲了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产品。那之后呢，我们看一下这个新的 AI 产品对苹果的基本面有哪些影响。最后我们看一下苹果目前的股价的一些技术面的分析。那在6月10日的全球开发者大会上面，苹果 CEO 库克宣布，苹果正式进入了 AI 军备竞赛，计划为他的22亿设备用户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人工智能体验。所以说它的重点就是智能化的系统 Apple Intelligence， 整个发布会上提到了50多次。那新推出的这个 AI 系统呢，它的目标就是给它的用户提供更加智能的帮助。那它现在掌握了足够多的用户个人信息，然后它的语音助手呢就可以更好的满足用户作为个体的一个需求，日常的任务都可以帮忙完成。而为了实现这个目标，苹果与 ChatGPT 开发商 OpenAI 呢达成了合作的协议，它结合了 ChatGPT 的功能，然后开发新的 AI 功能，比如说回答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，或者写一些信息、处理图像等等。使用这些服务的时候呢，苹果的用户就不需要创建 ChatGPT 的账户了，它可以通过苹果的设备直接使用。说一下它的主要的一些进步的地方。第一个呢是 Siri， 升级后的 Siri 就更聪明了，可以跟你更加顺畅的聊天，还可以帮你处理日常的各种杂事。比如说你这边在写文章，然后让 Siri 给你加到你的 PPT 当中，那这种杂活呢都可以丢给 Siri 干了。还有和 OpenAI 合作之后， AI 写作就更加方便的在苹果的设备上进行了。它可以在它的备忘录、邮件、文稿当中用 AI 来总结、改写跟校对。这个功能其实像 ChatGPT、谷歌和微软的软件当中其实都已经有了，现在就看这些公司把这个功能怎么做得更方便，在他们原有的软件当中呢融入这些 AI 的新技术。那苹果收集了这么多的私人信息，还要进行处理、计算、整合，相当于我们在这个系统面前就是透明的了。那个人隐私怎么办呢？我随便说点什么 Siri 都能听到，然后处理完了之后，到底有多少人听到这些信息呢？那这次呢会议上面，苹果也强调了，就是隐私是它的 AI 功能中的核心，大部分处理的工作呢都会在设备本身上完成，而不是发送到云端，那就确保了用户的数据安全。这个确实是让人比较安心了，但是对手机的性能要求就更高了。Apple Intelligence 还有许多其他的功能，比如说图像处理、智能的搜索、计算等等。有兴趣可以去看看这次会议的录像，一共1个多小时。那这些功能呢，今年秋天 iOS 18、iPad OS 18和 Mac OS 都会推出一系列的 AI 功能。苹果呢也会在它已有的 iPhone、Pad 和 Mac 上面推广 Apple Intelligence 这个智能化的系统。那这些 AI 产品功能的推出对苹果的基本面有什么影响呢？首先，新的功能出现肯定会推高苹果产品的销售量，特别是它的一些高价位 AI 功能更全面的产品。我们可以看到它之前美股的盈余和销售状况，虽然说它的美股的盈余还是正的，但是这个数字确实不怎么好看啊。但是它的公司体量已经非常大了，已经过了当初的那段高速增长时期，其实也能理解。但是销售量呢，其实主要受到中国市场的影响，它销售量其实是在缩减的，特别是刚刚的一个季度3月份的时候，它的销售量是负的4%。但是有趣的是，这个季度就是刚刚季报的这个季度呢，虽然说它的销售量是减少的，但是它股价当天却并没有跌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它的预期，6月份的预期呢，它是销售会有增长，然后美股的盈余呢，也是跟上一个季度相比有显著的增长，虽然也不多啊，但是再下个季度就是9月份的预估呢，它的增长不管是销售还是美股的盈余，也都有进一步的增长。这个就给市场非常大的一个信心。说一下免责声明，本视频当中所有观点都是个人经验和知识的分享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，大家投资需谨慎。
我们再来看看它的股价，苹果呢从熊市底部出来了之后，2023年初的时候呢，它其实已经有过一波60%的上涨了，之后进行长达近1年时间的调整。那这个调整呢，其实这个幅度，还算可以，20%左右的一个调整。那现在呢，就是季报那天有个跳空上涨。当天上涨了5.98%，之后经过整理了之后呢，继续上涨，并且在今天突破了200的关口。我们可以看一下今天的交易量真的是巨量，说明整个市场对苹果的新产品还是比较认同的，不然一个3万亿的公司没有这么容易把股价推高7%。从周线上来看，苹果其实一直是一个 W 形态的上涨模式。可以看到，在熊市的时候，2022年这波熊市的时候，它就做了个 W 形态，然后出了之后进行了一波上涨。那现在呢，它同样是做了一个 W 的形态，目前正好突破 W 的顶端。那是不是之后就会有一波上涨呢？这个可能性还是挺大的。当然了，因为它刚刚从一个20%的一个波段当中出来，从底部上涨了，已经超过20%了，所以说会不会有一个短期的小调整也是很有可能的。好，今天就到这里了。大家对于苹果这只股票有什么观点和想法，可以给我留言，我们可以一起讨论。那如果你喜欢我视频的话，请给我点个赞，关注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